重生后，我遭遇了枪手的暗杀。得知消息的一众家族，有窃喜的，也有焦虑的，比如和叶松成对立面的王家。出什么事了？他了解王静安，如此时间点前来敲开他的房门，扰了他的睡眠，这必然是出事了，而且是大事。叶松在湘江遭到狙击手的暗杀了，就在刚刚。王静安表情复杂之余，也带着些许的慌乱。要说他希望叶松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吗？希望，无比希望。抛开叶松对自己的全方位压制，各种受限于对方不说，对方的存在对王家而言始终是颗定时炸弹，但那也只是想想而已。且不说他没有那种实施的机会，就算是有实施机会都好，他也是绝对不敢动手的。叶松在湘江被人暗杀了，他死了，生死未卜，只知道他遭到枪击后就被那位前紫金宝宝火速带走。不过根据最新消息来看，他的护卫队没有将他送往湘江医院，而是朝内陆方向急速回赶。这一点来看，情况应该是乐观的，有可能他穿有防弹衣，否则不可能不会第一时间送往湘江医院。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知道叶松可能没有生命危险后，王沧海也不由松了口气，他的心绪同样也很复杂。抛却叶松跟王家的恩怨不说，作为华国经济腾飞做出过不少贡献的他，打心底清楚叶松将会是华国国运又一次腾飞的一张王牌。如此背景下，如果叶松英年早逝，这对于华国而言无疑将会是莫大的损失。暂时还不知道，不过现在整个湘江全都动起来了，各路人马都开展起了全城大搜捕。话罢，想了想，再又补充道：“老油子，我有一点很担心，你说叶松被暗杀一事，会不会有人将这事往咱们王家头上进行联想？”按理说不至于，因为知道咱们王家受限于叶松的人并不多，凭那些人的思维高度，料想他们应该不会有那种想法的。不过嫌疑还是摆在那，你这样，你尽快确定叶松的情况如何，然后尽早趁快去探望一下他，借此来释放一下咱们王家对于此事的态度。且马上去通知你那些叔伯们，让他们在1个小时后过来议事厅，不在燕京的那些，就让他们准备好开视频。现在？对，就现在，我得确认一下咱们王家所有成员是不是真的都跟此事无关。老油子，恕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有关呢？如果有关呢？这一问瞬间把王沧海给问住了。如果有关又该如何处理？老人正愣之余没再说话，微微仰头看起了天花板来。最终王静安也没再追问，选择退出了老爷子王沧海的房间。情况如何？叶大少，叶董的伤虽然不致命，但是遭到的冲击同样也不小，加上胸骨骨折，这肯定是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的。五脏六腑那些有受损吗？本于防弹衣所形成的防御，虽说不至于完全没有受损，可总体来说还是没有大碍的。好，各位，有关叶董遇袭之事，还请诸位能够三缄其口，不要对外进行任何宣说，包括叶董在你们广深人民医院的事儿，也不要让外界得知。叶大少放心，咱们明白，就算你不说，咱们也不会对外泄露半个字。拜托了，那我们现在能去看看叶董吗？当然可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注意别让叶董的情绪激动就行了，其他的没什么。好，谢了。怎么一个个都垮着一副脸？我这不是没死呢吗？老爷，对不住，都是我的错。我要是听从秦猛的直觉劝说，也就没有这一出了。又来了，不是说了吗？对方既然已经盯上我了，就算咱们当时取消派对行程，只要还在湘江，估计都逃不过那一劫。甚至是话说回来，塞翁失马焉知非，正是因为参加了这派对，所以才能落得这么个有惊无险的结果。否则秦猛可能就不会具有那种危机嗅觉第六感了。如此一来，怕是也不会拿那件防弹衣给我穿上了。叶董，派对是咱们安排的，也是我找程英攒这个局想着跟你好好解释一下的，没想到竟然在咱们安排的活动中发生了这种事件，我得为此负责。行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犯得着一个个抢着把责任往自个身上揽吗？叶董，有关这次暗杀您的人，您有什么怀疑方向吗？先前都不怎么作声的秦猛这时眼中遍布肃杀之色的开口了。刹那间，病房中的气氛顿即为之沉重起来。没有方向，毫无头绪，会不会跟叶董您在湘江闹出的这场舆论风波有关系？概率极低，能够发动狙击手来暗杀我的人绝非普通之辈，泛泛之流，有如此能耐的主，根本不可能会因为这场所谓的舆论风波对我发起暗杀。那会不会是您在商界的竞争对手？这个可能性是相对合理的，但我还是不认为概率会有多高，因为那些竞争对手想要找人暗杀我的话，估计早就动手了，绝不至于等到今天。而且我相信那些利益至上的资本们不会走这种极端路子的。再一个就是，即便干掉我了，我那些企业也都还在，这对他们而言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暗杀我的必要性对他们来说不会特别大。其次就是一旦他们找人暗杀我的事情东窗事发，我相信他们能够意识到会是什么后果的。对于善于权衡利弊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大概率不会那么做。所以叶哥，你认为哪类人才会对你动手？
哪类人吗？命脉被他捏在手上的那些人，如果真要让他来分析歉意的话，毫无疑问，英伦之主鲍里斯、老美之主约瑟夫，或者是约瑟夫的儿子亨特，还有王家，都是具有一定嫌疑的。可是这似乎也经不起推敲，因为按道理，这几者都不敢对自己动这种手才对，毕竟他们无法确保自己之前会不会留后手，会不会一旦惨遭不测的话，就将让那些能够使他们彻底垮台的材料给放出去。所以这几者要是敢找人暗杀自己的话，那就等于在豪赌，将自己的人生以及家族作为赌注，而这可能性显然是不太大的。不知道。嘉诚兄，湘江是你们的地头，我想你们发动关系去查的话，应该不会太难吧？就在咱们往内陆回赶的同时，整个湘江已经全都动起来了，黑白两道发起了全城大搜捕。我也跟我父亲说了叶哥遇袭的事，他也表示会发动他的一切关系去将枪手或者背后的人给挖出来。这是必须以牙还牙，只要全定是哪一方动的手，九州安保定然要发起屠戮反击。反击的事先不急着说，这事没完，看着吧，接下来会很精彩的。叶松没有去呵斥秦猛的冲动，淡淡冷笑道：“对于秦猛说的反击，他同样是认为有必要的。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挨。在自己这次的遇袭仪式上，如果他没有做出足够疯狂的反击，接下来怕是会让一些人为之壮胆的。”放，蝎子，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任务完成。你的意思是咱们的行动失败了？你当时是怎么跟我说的？只要行动开始，一定不会有失手或失败之说。可现在你该不会觉得他已经死在枪口下了吧？如果他真的中弹，他的人会放在湘江的医院里去，从而花费1个多小时把他带回内陆。啊，该死的，我就不该相信你们。你知不知道这个结果对我而言将意味着什么？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咱们可以给你提供补偿，你可以提出你的条件来。我记得我再三跟你说过，要么别出手，要么一出手就必须解决他。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能动手。可是现在补偿，你觉得我需要你们的补偿吗？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我只能说抱歉。为了履行咱们之间的合作协议，我会让他们想办法潜入华国内陆，不惜一切自己干掉他的。这是我对你的再一次承诺。潜入华国内陆，你是怕我死得不够快是吗？在内陆，只有官方不想查的事，没有官方查不出来的事。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联系我，咱们之间所进行过的一切对话，从这一刻起全都作废。随着通话结束，蝎子歇斯底里的一拳拍向了桌子，下一秒，在那熊然的怒火中拨通了负责监视以及善后的音译鹰钩鼻的手机号码。该死的混蛋！叶松被狙击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血迹，这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跟我汇报？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血迹？难道叶松身上有防弹衣？现场没留下任何血迹。难道你要跟我说你不知道？不，我是不知道。在你下达这催命令后，我第一时间就清理起痕迹来了。难道你要跟我说那个火锅包发乎没事？我可是亲眼看到他被击中倒下的，在精准狙击的情况下，难不成他都没事？如果他真的中枪，他的保镖团队第一时间会不把他送往医院，会选择火速返回内陆。该死的，这已经足够说明他不仅没有死，而且射中他的子弹还很有可能被防弹衣给挡住了。现在湘江已经在封锁中发起了全城大搜捕，你最好是确保你已经将该清除的痕迹全都清除干净了。脸色随之煞白起来的鹰译鹰钩鼻连连夜声不已。该清除的痕迹全都清除干净了吗？好像都清除了吧。